调皮老爸今天来到了一个风景超级壮观的地方——曾文水库。这里位于台南与嘉义的交界处，不只是地理位置特别，还是全台湾最大的水库哦。一开始，我们站在景观台上，边吃着小点心，边欣赏眼前开阔又壮丽的湖景。真的超级疗愈。如果你也想更近距离的亲近这片湖水，推荐你搭乘水库游艇来一趟环湖之旅，说不定还会幸运的遇上野生山猪和展翅高飞的老鹰呢。我们今天从趣逃慢旅台南退房后，就直接开车出发前往曾文水库。这次的旅程是一个大圆圈路线，从景观台出发，搭完游艇后还会继续往前，最后从风吹岭收费站离开。一般游客通常只走到观景台就会原路折返，这样虽然比较省时，但我们想换个角度欣赏这座水库的美，所以选择绕一圈，探索更多隐藏景点。现在我们走上了坝顶大桥，这里刚好是台南与嘉义的交界点，桥的这一边是台南，跨过去就进入嘉义喽。站在坝顶上，两旁都有安全的人行道，可以慢慢走，安心看风景。桥上风景真的很壮观，不过记得哦，千万不要把车停在桥上。桥的另一端有个小型停车场，我们就把车停在那，再走回来拍照。今天是星期日，但沿途竟然没什么人，感觉好像整座水库都被我们包藏了。观景台这段路上有不少可爱的凉亭，是休息兼赏景的好地方。不过这些凉亭附近没什么停车空间，我们还是把车开到观景台，再慢慢走下来比较方便。抵达观景台后，发现停车格早就被停满了，连路边也塞得满满的。但别担心，我们再往上开一点，总会找到位置，顺便当作热身运动一下。观景台旁边有个小木栈平台，虽然有点被树枝挡住视线，但换个角度还是能看到漂亮的湖景。不远处，一栋高高的地标建筑出现在眼前，没错，这就是曾文水库观景台。曾文水库观景台大约2层楼高，站上去之后能够360度环景赏湖，画面壮观到像一幅动态的山水画。你可以选择走楼梯，也可以搭电梯上去。虽然这里人潮比较多，但其实附近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拍出美美的照片，只要肯走一点点，就能避开人群。我们穿过一段天空步道，来到水库旁的景观餐厅。这家餐厅全部都是落地窗，坐在室内就能边吃点心边赏景，窗外就是湖，每个座位的视野都超赞。餐厅主打轻食，有厚片、松饼、披萨、肉包、简餐、咖啡与饮料，还有卖果干和冰淇淋。小朋友看到简直开心到跳起来。我们预定的是今天最后一班游艇，下午4点开船。这段时间就让我们放慢脚步，静静欣赏眼前这片珊瑚之美。登船码头就在观景台对面，过马路后会看到指标，这里有一间黄色的小屋是报到处，里头也有贩售一些纪念品。如果遇到低水位的季节，还会有蓝色接驳车接送游客下到码头。最极端的时候，光是走楼梯就要走285阶，所以这台小车真的很重要。登上游艇后，分成室内座位与户外区。室内可以看到两边的风景，户外区则风比较大，但如果运气好，还能看到老鹰在空中盘旋。游艇行程有分1小时与2小时的方案，主要差别在于2小时会多去一个可以钓鱼的平台。曾文水库是全台唯一开放钓鱼的水库哦。这次我们选择1小时的行程，因为有带小朋友，不太适合拿钓竿。2种方案都会经过山猪岛与峡谷秘境。说到山猪岛，来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山猪会游泳吗？
3、2、1，会的。而且我们要播放音乐，他们才会出来见客哦。好了。可以往前吗？因为。这些山猪可是真正的野生山猪，平常会在水库附近活动，也会跑到阿里山上。我们正拿着小麦片喂它们，结果它们一涌而上，直接把同伴挤进水里面了。接着来到了秘境峡谷，这里是最容易看到老鹰的地方，因为峡谷地形会产生上升气流，帮助老鹰在空中翱翔。这样的景象真的很壮观。虽然今天的天气是阴天，还飘着几朵乌云，但层层山峦与湖景交织的画面，还是让人心旷神怡，就像一幅优雅的水墨山水画。夕阳慢慢西下，今天的行程也来到了尾声。我们不走回头路，而是继续往上行驶，准备从风吹岭收费站离开。这里有2个观景展望点，推荐第2个，视野更宽广，群山交错的人线美到不行。因为没什么人车，刚好可以慢慢拍照，静静欣赏眼前绝美的风景。这趟曾文水库的旅程真的收获满满，吹着风，搭着船，亲近大自然，让身心灵都放松了下来。如果你也想远离尘嚣，来一场湖光山色的小旅行，曾文水库是个超棒的选择。我们下周再一起出来玩吧，调皮老爸，祝你有个开心的一天。